秋收的菜已经是很丰盛了，那紧接着的问题，下一步我们该种什么？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冬春季寒冷季节缺菜的季节特别长，从11月份到4月份这个时候，地里面基本上是没菜的。那我们现在重点就是解决这段时间的吃菜问题。那好，秋播的菜可以播些什么呢？秋播的菜主要就是冷季型的蔬菜。那通常说的头伏萝卜、2伏芥、3伏种白菜，指的就是这个情况。当然头伏是在什么？头伏是在7月中旬和下旬，然后2伏、3伏在8月上旬和中旬。那这个时候是播种这个冷季型蔬菜的一个重要的节点。怎么做好这些事情呢？其实注意4个关键的问题。第一点，播种的时机，因为这个冷季型蔬菜包括了30-40个品种，虽然它们都是冷季型的，但是不同的品种它的这个对温度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品种它这个耐热性好一点，那你就可以早播一点。首先一个菊科类的，比如说茼蒿、生菜、莴笋，那伞形科的芹菜，绝大部分属于什么？属于十字花科的，那这就多了。甘蓝、萝卜、芥菜类、白菜类，白菜类包括这个上海青啊这一类都是很多，大概有20-30个品种。那我们知道大体的类型以后，我们首先来考虑就是它的播种的时间。那通常的话，甘蓝类这个耐热性好一点，你早播，它这个也不会抽苔。那我们最早一点的话，那可以在7月上旬就可以播种。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地里面的品呢，已经差不多有200多克了。那再下来呢，如果说是我们其他品种能不能在这个7月上旬播呢？不能。很多品种，包括莴笋、白菜，你播早了，它那个时候还在夏天，天气热，它就容易抽苔。所以的话，相应要把时间要压迟一点，那到这个7月的中旬、下旬，那这就应了那个头伏萝卜、2伏芥、3伏种白菜的这个说法。根据我这么多年在加拿大种菜的经验的话，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。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另外一个问题的话，就是很多人会，你上网去查，很多人会说，9月份可以种的菜，10月份可以种的菜。那他说的这个种，和我们说的这个种是完全的意义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所说的种这个秋播的蔬菜，是要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进入冬季以后依然有收获的菜，这才算。当然，很多耐寒性强的品种，比如说甘蓝啊，这个芥菜啊，你10月份播种，它出苗没问题，但是有没有产量，肯定是没有产量。那我们说的这个是，首先是，一个是能播种，一个是一定要在霜冻来临之前形成可以收获的这个蔬菜。所以我讲的意义在这里。那霜冻来临以后，我们需要加以适当的保温措施，加上它们的耐寒性，那这就妥妥的，进入11月份、12月份，甚至到1月份都依然有菜可以收。这个是我们说的。很多时候，最大的矛盾在哪里？最大的矛盾在于这个插口的搭配，没有地，因为我们现在瓜果类蔬菜占满了地，没有地来种这个冷季型蔬菜。其实地是有的，看怎么想办法。现在我举例，秋葵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，它个头那么高，它的功能叶在这个部位，那下边这个叶子随着它的叶子衰老，我们把叶子打了以后，看看什么效果。打了以后的效果就是它的下边空间腾出来了，地腾出来了，这就是为我们这个搭配插口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空间。那这个地里面我准备是干什么呢？下周我就把这个茼蒿就撒播进去了。那
茼蒿出苗1周，那小苗的时候2周，等到茼蒿需要长到10几公分，3、4周以后需要强阳光的时候，那我这个秋葵已经进入收获的尾期，这个尾声，那后期它就有足够的阳光照进去地面上，所以的话，两者没有任何的冲突。西红柿涉及到一个变色的问题，那它的变色，这个时候明显由原来的绿色发白，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清理叶片，发白发到哪里，清理到哪里。那清理的意思，除了让西红柿加快变色以外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什么？把我们的这个地腾出来了，为我们种植鱼栽冷季型的蔬菜腾出了这个位置。这3块是我首先按节令播种直播下去的这个菜，就是在7月18号头伏种了萝卜，这是大白萝卜。那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可以育苗啊，育栽啊，那恰好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，萝卜只能是直播，不适合育栽，因为我试验过，萝卜这种带根类的这个根茎蔬菜，育栽以后，它的这个根系受损以后，只长叶子，不长萝卜，所以这个只能是直播。那它的前作是什么？前作是西葫芦，刚好西葫芦拉秧以后那个时间点，西葫芦刚刚要发生这个白粉病的时候，我们把它拉秧了，来种上萝卜，效果就非常好了。那到这一块呢是什么呢？这一块就是我们到了8月5号种下去的大白菜。大白菜2个品种，一个是正常的大白菜，再一个就是紫色的大白菜。播下去1周，出苗出得很好。这个的话，它的前作也是西葫芦。我们的豆角已经收获了很多豆角出去，包括到顶上的豆角都已经很大了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准备下个星期就给这个豆角拉秧，最早把这一块拉掉。拉秧的目的不是说这个豆角不行了，这个豆角还行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地腾出来，来种什么？种我们的这个那地里面记着的这些莴笋、红菜苔，把这些品种陆续移栽到这个豆角的地里面。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我们所需要安排的冷季型品种陆续种进去。那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虫害问题。我手里拿的这一包防虫网，这个防虫网给什么预备的呢？就是给萝卜、白菜预备的。现在眨眼一看，没什么虫子，但实际上菜青虫已经开始了。菜青虫发生的高峰是在9月的10号左右。如果那个时候发现有菜青虫，再来预防、再来防治，那就太晚了。那什么时候防治呢？我们从现在出苗开始，就把这个防虫网就必须给它盖上去。那防虫网在哪里买？亚马逊去购买100目的防虫网就可以了。防住蝴蝶，就防住了菜青虫。如果没有防住蝴蝶，菜青虫一定非常的严重。那到9月10号、15号，可以说，有的叶菜品种树，就是会被这个菜青虫糟蹋的一塌糊涂，特别是甘蓝类、白菜类。因此的话，这个环节也必须要做好。那剩下最后一个，就是万一我们到了9月底、10月初，那个时候还有地空出来，那播种什么品种呢？那我们还有一个耐寒性强，但是又来得非常快的一个品种，就是樱桃萝卜
樱桃萝卜的品种，也有很多选择，大概4、5个品种。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寒性强，可以扛到零下10度左右的温度。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出苗快，生长快，从播种到收获就是40天、45天就可以了。那个时候我们的苦瓜、丝瓜拉秧以后地空出来，我们就种樱桃萝卜。丝瓜、苦瓜它是最后拉秧的品种，那我们就把最耐寒又来得快的这个品种搭配进去，